公告，李丽优不再是一个受国际认证的秘鲁顾问。从2022年1月1日开始，他就只是一个曾经受国际认证的秘鲁顾问，也是一个内容创业者，也是马来西亚最大中文哺乳群的创办人，也是马来西亚最详细中文网上哺乳讲座的讲师。2022年新年快乐，我是丽丽。今年我的第一个 video 就是要告诉大家，本来我是需要在2021年考试来更新 IBCLC 的资格，我连参考书都花大笔钱买了，到了可以申请重考的时候，我却决定不再考 IBCLC 的试，让我的国际认证资格在2021年12月31日到期后不再更新。这意味着什么呢？我觉得对我个人来说是没有什么差别啦，因为我不是敲到头失忆，我没有忘记了我所学过的哺乳知识，我这10多年来学过的知识都还在这里面，只是少了一个名衔而已。而 IBCLC 这个名衔对我来说是可有可无的。那别误会，我不是说这个名衔没有用，我说的是对我来说，我可以不需要这个名衔，因为在我们马来西亚没有任何医院会单凭这个 IBCLC 的证书而聘请像我这样没有医科底子的人在医院有一个职位。这个 IBCLC 的证书对那些本来是医生、本来是护士、营养师、药剂师这些在医院工作的人来说是如虎添翼的资格。如果你是这一类行业的，我会鼓励你去考 IBCLC。有朋友曾经建议我去做月嫂培训，以 IBCLC 的身份去培训他们，让他们成为有哺乳知识的月嫂。可是我这个人的个性有点难搞，因为我无法确保我培训出来的月嫂会不会跟着我教的去支持妈咪哺乳。当只有妈咪一家人和月嫂在一起的时候，我担心月嫂会为了方便自己做事，说一些误导的哺乳讯息，然后又说自己是李丽优教的，李丽优培训出来的。哇，水洗也不清耶。有人说我想太多了，那是人家的事，不到我去理。可是 With great power comes great responsibility. 也有一些人会以 IBCLC 的身份开母婴用品店，卖挤奶器的同时又可以赚哺乳咨询的费用，顾客源源不绝咯。可是身为 IBCLC 是有那一条界限，是很容易不小心越过的，就是在卖挤奶器或者哺乳相关产品的时候，你身为 IBCLC 推荐妈咪买，是因为你凭专业知识判断妈咪真的需要，还是为了赚钱才推荐的？那这个就是 conflict of interest 利益冲突了。不过我不卖哺乳产品，纯粹是因为我觉得竞争很大，然后囤货很麻烦。所以你看，我本来就没有利用 IBCLC 这个名衔去赚取名利，所以我的状况是不需要这个名衔也 OK 的。而且无论要不要重考 IBCLC， 我本来都是可以每年去参加那些 conference 继续进修啊。如果你问少了 IBCLC 这个名衔对我来说有没有什么损失，或许对那些本来就不爽我的人来说，他们会觉得我变得没料了吧。这个我也无所谓，我自己知道自己的料都在这里，不是在那些纸张里面，他们要说什么就随他们高兴吧。也或许有些人会觉得我会失去了一些跟商家合作的机会，可是我不这样子觉得。如果有商家是为了我的名衔找我合作，一开始我就不会想跟他们合作了。哇，这个人真的不会赚钱的嘞，顾虑这个顾虑那个，麻烦死。对了，我自己也承认自己超麻烦了。不再受国际认证，接下来我的发展如何呢？没有变化，少了国际认证4个字，我还是秘鲁顾问。啊，对了，
说到泌乳顾问，你知道吗？泌乳顾问跟泌乳师是不一样的职业。泌乳师是做按摩的，是按摩师。我们泌乳顾问也可以叫做哺乳顾问，是没有帮人做乳房按摩的 OK？ 不要再打电话来问我有没有帮人做按摩了 OK？ 泌乳顾问的工作是当妈咪们遇到哺乳难题来找我的时候，我会根据妈咪各自的哺乳目标去给他们适当的建议，去帮助他们克服哺乳难题，达到各自的哺乳目标。在哺乳辅导的过程，我会问妈咪很多问题，我问你问题比你问我问题多 OK？ 然后我才给妈咪最适合的建议。回到正题，接下来我还是会继续创作内容来分享哺乳知识，也会继续 review 一些哺乳产品。我的网上哺乳讲座也会陆续添加更多新的单元。其实在 YouTube 的内容创作累积了1年多的经验，我发现自己是很享受通过 video 去传达哺乳知识的方法。我的网上哺乳讲座的呈现方式比刚开始制作的版本进步了很多。接下来我也会努力宣传我的网上哺乳讲座，也希望有机会跟一些商家合作，赚一些钱来继续参加 conference 来进修，用来升级 video 制作的器材，用来买一些没有人愿意赞助我的哺乳产品来做 review 等等。今天这个 video 好像除了分享给大家泌乳顾问和泌乳师的差别之外，也没有分享到什么有用的哺乳知识啊。不过下个星期2我会在安姑姑哺乳频道做一场免费的网上哺乳讲座，到时会把那个链接放在这一个位置。这个免费的哺乳讲座是关于产前需要知道的哺乳知识，给孕妇做好哺乳准备。有兴趣的不要错过，如果你有怀孕中的朋友，也记得分享给他们哦。今天就到此为止，拜拜。